大家好，我是米兰。大家好，我是世凯。很多人都会写信来问我们说，波兰的工作环境怎么样？收入有多少啦？福利好不好啊？要缴多少税啦？那适不适合来波兰发展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研究的波兰工作环境，给你分享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好奇的是失业率，波兰的失业率是怎么样2019年1月的是6.1%。6.1%哦，但我记得这个数字在欧盟来讲算是比较低的，对，所以波兰在欧盟来说是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。好，那失业率探讨完之后，接下来我想看看波兰有没有那种最低薪资的规定，就是最低最基本的薪水是多少？有是，这里也要强调一下，因为我们还会扣税，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还没有扣税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看扣税完的价钱，我们会写在荧幕上给你参考。好，所以没有扣税的是2250波币。哦，2250是最低的薪资。好，那一个国家总是会有收入比较高的地区跟比较低的地区嘛。那收入比较高的地区，它一般来讲平均收入是多少？比较高的像马佐夫就是有华沙的那个地区，它的平均薪水还没有扣税的是大概5900多波币。5900多波币。那如果是收入比较低的地区呢？最低的平均就那个地区平均的薪水是大概3800多波币。好，那其实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产业，它的薪水也会不一样嘛。那米兰，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给我们，看哪一些行业它的薪水是多少这样子？现在私人公司一般来说，平均的薪水是5000波币左右。那比如 IT 公司因为那种工程师他们一般来说赚比较多，那平均的薪水是8700左右。对了，那种政府的工作就是政府给那些人钱的那种工作，公务员对了，像比如老师，他们平均的薪水是3500，那护士也差不多3500。听起来在波兰当护士跟老师生活稍微辛苦一点点。是。下一件事情就是税，我觉得这可能会令人惊讶吧。波兰的税非常高哦，说出来会吓死你。那大概是多少呢？我们每一个月的薪水还要扣大概28.7%的钱给国家。那这么高的税率，是不是里面有包含一些项目啊？当然是，比如退休金大概是超过9%。哦，那我记得还有一个叫残疾养老金是1.5%，那还有一个是生小孩生病的补助是2.45%。是，那这些扣掉以后，剩下的这笔钱还要扣9%是那个健保费。哦，所以也是有包含健保费的。是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那是我们列出最重要的。对，我们简化一下，就大概是这样的税制。对了，所以28.7%，非常高的税。好，那波兰的税这么高，那一定表示它的福利也不错吧？那波兰给大家的福利有哪些呢？有一些，像我们从放假开始，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很可惜，是没办法请很多假。那在波兰每个人有大概有26天。然后我们有一个政府的规定是，你必须1年1次，连续2个星期放假。如果你公司不尊重，他们会被处罚。所以这26天是公司会给你钱的假，是有薪假哦，100%的，甚至还会强迫你连续休2个星期的假，不然公司会被处罚。这太夸张了吧？好，那再来是健保，健保我们是100%免费的看医生，没有什么挂号费，没有什么这样的东西。那住院呢？住院也可以，就无限免费的住。哇，所以其实，在波兰看医生也是不用钱的。对了，但是健保，对了，就你可能等医生的时间比台湾长一点啊，所以因为免费，所以你就需要等比较长的时间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好，那再来是生小孩以后，2个父母就那个爸爸妈妈都可以请假。一共是多少呢？ 364天。是。对。
那这段时间简单的来说，因为你可以就分成，比如一开始拿更多的薪水啊，晚一点拿少一点薪水，但是平均如果你一次请这么就大概1年的假，你每个月会拿到80%的薪水。就平均来说是拿80%薪，但他的请假方式有点复杂，所以我们就先大概这样简单的算。好，那说到生小孩，波兰还有一个有趣的福利，你如果生小孩，政府会给你每一个月500波币到孩子满18岁。哇，所以从出生到18岁，他们一个孩子可以拿500波币每个月。每个月，对了。所以比如假设你有3个小孩，你每一个月会多1500波币。你看，要鼓励大家生小孩，就每个月发零用钱。对啦，不但这样，如果你有3个或3个以上的小孩，比如像我的父母这样，我们是3个小孩，那他们可以申请大家庭卡。那大家庭卡是什么？就是在你很多地方，包括比如加油站哦，书店可能一些比如不知道买火车票的时候都可以打折。哇，就有一张卡可以在很多地方打折就对了，只要你是大的家庭的话。对了，包括什么百货公司、超市这样子，都可以用这个大家庭卡。那小孩子的教育费呢？学费呢？对啊，教育是免费的。免费的，不管是小学、中学、高中还是大学，全部都是免费的。所以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免费上课。对不但这样，小学还有中学，孩子有免费的书。免费的书也不用钱，课本不用钱。对，那还有一件事情是退休的年龄，因为有的人也好奇。在波兰我们有个规定是，女生跟男生有不一样的退休年龄。那女生60岁就可以退休，男生要等到65岁。60岁，好的，算是蛮早的。好的，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波兰工作，或是一些规定、一些什么的问题，都欢迎问我们。对，欢迎留言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。怎么称呀？怎么称呀？